外有重税，内有高压，日子过得像在高压锅里炸。这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句热评，精准道出了当下亿万中国人的心声。2025年的中国经济比2018年首次中美贸易战时更加脆弱，出口市场崩塌，工厂接连倒闭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。然而，北京却高调宣称要与美国打贸易持久战，甚至喊出越战越强的口号。结果呢？人民日报豪言壮语还在耳边，老百姓却已深陷水深火热，生活越过越穷。这场贸易战表面上是中美博弈，实则是中国普通人用血泪买单的悲剧。根据高盛的最新报告，受美国145%关税冲击，中国可能有3%的劳动力面临失业风险。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，背后是亿万家庭的生计、中产阶级的陨落，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。让我们揭开这场持久战的残酷真相，看看中国老百姓到底在经历怎样的炼狱。贸易战的风暴席卷而来，最先被撕碎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。曾几何时，他们是买房买车、追求品质生活的社会支柱，如今却在寒风中骑着电动车送外卖，或挤在网约车里熬夜接单。根据国务院2020年数据，中国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2亿，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/4。而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2024年的一次内部演讲中透露，今年新增的2000万网约车司机，很大一部分是中产阶级的难民。这些昔日的白领、创业者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零工收入苟延残喘。疫情清零3年，把我的小生意彻底搞垮了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信用卡还不上，只能跑外卖。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留言，道尽了无数中产返贫的辛酸。物价虽然低了，鸡蛋跌到3块1斤，外卖只要10块1份，但消费信心早已崩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创历史新高，存款余额突破300万亿元，却嫌有人敢花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收入在缩水，工作在消失，未来一片迷雾。更扎心的是，付鹏指出，中产阶级的陨落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崩盘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2.1%，创下近20年最低纪录。曾经靠买拉动经济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拼多多式的极致低价生活。讽刺的是，连中产阶级都开始拼多多了，这难道不是经济衰退的明证？如果说中产返贫是贸易战的第一刀，那么年轻人失业则是更致命的第2刀。2025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222万，创历史新高。然而，根据教育部数据，2024年仅有15%至20%的毕业生找到稳定工作，远低于2013年的30%。贸易战加剧了企业订单流失，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，裁员潮一波接一波。今年4月，国企中核集团的一则招聘公告引发热议，119万6273份简历争夺区694个岗位，平均1722人抢一个名额。中国媒体算了一笔账，如果靠人工筛选这些简历，人力资源部门得连轴转10年。网友愤怒留言：寒窗苦读18年，投简历投到手软，结果发现不是能者上，而是卷者亡。迫于舆论压力，中核集团悄悄删帖，并将录用人数提高到8000人，但竞争比例仍高达150:1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官方数据往往报喜不报忧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聂辉华的估算，2024年青年真实失业率可能接近20%，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.9%。在社交平台陌陌上，网友吐槽35岁成了职场退休线，
年轻人连进厂的机会都没有。贸易战导致的订单锐减，让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出口大省的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倒闭。根据经济观察网的报道，一位浙江工厂老板无奈表示，美国订单没了，工厂撑不过半年，裁员是唯一出路。美国对华商品加征145%最低关税，被《经济学人》称为中国外贸的死刑判决。这一刀直插中国经济的命脉。根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高达5247亿美元，占出口总额的15%。若算上转口贸易，实际占比可能超过20%。外贸行业直接或间接创造了2亿就业岗位，约占全国就业的1/4，其中包括8000万农民工。如今，这一切都在贸易战的铁拳下摇摇欲坠。关税的冲击有多大？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预测，145%的关税将使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售价上涨30%至50%。以一件10美元的 T 恤为例，加税后价格可能飙升至15美元，竞争力当然无存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每年生产的商品远超国内消费能力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。2024年，出口贡献了中国 GDP 增长的近1/3。一旦美国市场崩盘，中国商品只能倾销到其他国家，但东南亚、欧洲等市场远不如美国庞大，且已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反倾销税。工厂倒闭潮已经开始了。一位广东东莞的玩具厂老板对媒体坦言，美国客户取消订单，库存堆满仓库，工人只能放假。根据某研究院的调研，2025年3至4月，出口企业的用工需求同比下降25%，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。而这正是圣诞节、黑色星期五等海外消费旺季的前夕。往年此时，工厂总是加班加点，如今却是一片萧条。面对美国的关税霸凌，北京摆出一副越战越强的架势。人民日报4月社论宣称，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，抗压能力无人能敌。天塌不下来，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。然而，现实却狠狠打了脸。一篇题为《高压锅里的奸诈》的微信文章公开反驳宏大叙事掩盖不了真相，产业空心化，年轻人失业，中产信心崩塌。这篇文章迅速被404，作者的公众号也被封号，但它道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声。消费者不敢花钱，存款创纪录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35岁被裁，小企业接连倒闭，产业链岌岌可危。微信公众号新兴青年 blog 作者金子库写道，那些战略优势救不了我身边破产的老板和失业的兄弟。这篇文章在被删除前获得了10万加阅读量，可见民怨之深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的硬刚策略正在让中国经济付出惨痛代价。花旗银行亚洲交易策略主管穆罕默德·阿帕巴伊警告，若北京一味报复性加税，只会加速外资撤离和产业链转移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中国金额仅为300亿美元，同比暴跌80%，创30年新低。越南、印度等国却因去中国化而成为外资新宠。贸易战只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房地产崩盘和通货紧缩早已让经济千疮百孔。房地产曾占中国 GDP 的1/3，如今却成为定时炸弹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8%，新房库存高达7亿平方米，相当于10年的销售量。无数家庭的财富被锁死在烂尾楼里，消费能力一落千丈。通货紧缩的阴霾更让企业苦不堪言。2024年，中国 CPI 同比仅上涨0.2%，PPI 连续24个月负增长。
贸易战让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，通缩压力将进一步抑制投资和消费。预测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破4%，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。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火遍全网：中国14亿人的消费能力不如美国3亿人的1/10，产能第一，钱却没到老百姓兜里。这句朴素的吐槽揭开了中国经济的残酷真相：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攫取，普通人只能在高压锅里苦熬。这场持久战，北京或许能靠宏大叙事撑场面，但老百姓的血泪却无人问津。正如聂辉华所说：就业稳，国家才稳；青年稳，就业才稳。如果连年轻人的希望都被榨干，中国经济还能走多远？